蛋白質梗係重要啦，佢係三大宏量營養素 macronutrient 嘅其中一個。但係你知唔知道你每日需要幾多蛋白質先足夠呢？如果食唔夠蛋白質，有咩大不了呢？ Hello， 我係 John Health Coach，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呢個 channel 係幫你同你屋企人做更明智嘅健康選擇。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就記得訂閱同埋撳個鐘底啦。咁當我發新嘅影片嘅時候，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首先我講點解蛋白質咁重要啦。蛋白質唔係淨係用嚟製造更多 muscle 或者維持肌肉。我哋嘅身體需要蛋白質嚟製造好多嘢，包括細胞、酵素、抗體、荷爾蒙、肌肉，連我哋嘅頭髮同埋指甲都需要蛋白質，所以蛋白質係非常重要嘅。但係咧，我發現到今日大多數嘅飲食都係以碳水化合物為主，根本都唔夠蛋白質，所以我哋要特別去留意我哋嘅蛋白質有唔有食得夠。OK， 咁我哋究竟需要幾多蛋白質呢？如果你 Google 下我哋每日嘅蛋白質需求，或者叫 Protein Recommended Daily Allowance（Protein IDA） 啦，你就會得到咁嘅結果嘅，就係18歲以上嘅成年人每日所需嘅蛋白質，唔分男女咧，都係每公斤體重嘅0.8 gram 蛋白質。即是話，如果你體重係60公斤嘅話，就係60公斤乘以0.8，咁就係48 gram 啦。咁即是代表你一日所需嘅蛋白質就係48 gram。但係呢個數字淨係足夠防止蛋白質缺乏。其實而家有好多研究顯示話每公斤嘅0.8 gram 係唔足夠嘅。而呢個 paper 都有詳細嘅解釋，以前所定嘅 value 係有好多限制，所以低估咗蛋白質嘅需求。OK， 既然0.8克係唔足夠嘅，咁我哋究竟需要幾多呢？我哋真正需要嘅數量係取決於好多因素嘅，包括你嘅 physical activity 啊、年齡啊、肌肉量、目標同埋你整體健康嘅狀況。我哋就睇睇唔同嘅組別啦。第一個組別就係要減重嘅人。如果你目標係減重嘅話，每公斤體重其實你需要 1.2 至 1.6 克嘅蛋白質。如果係60公斤嘅話，就係72至96克嘅蛋白質啦。有好多研究顯示，高蛋白質嘅餐同埋低蛋白質嘅餐嚟比較啊，雖然 calorie 係一樣，但係高蛋白質嘅餐可以增加飽足感，仲可以 keep 住你飽足感嘅激素叫 leptin 高，所以自然就會減少食零食啊、下午茶、宵夜。減肥最痛苦就係成日都覺得好餓，或者食飽咗都係唔滿足。高蛋白質嘅飲食仲可以幫助體重管理，因為想減重梗係想跌體脂，唔係跌肌肉量噶嘛。如果你食唔夠蛋白質嘅話，你又冇做充分，其實你嘅肌肉量會流失更多，新陳代謝咧就會變得慢，之後你食多啲，你嘅體重就會更容易反彈啦。瘦咗之後又肥翻，呢個大家都應該聽唔少啦。第二個組別就係要增肌同埋運動量高嘅人，每公斤體重就係 1.3 至 1.8 克嘅蛋白質就足夠啦。比一位60公斤嘅話，就係78至108克嘅蛋白質。呢個份量係足夠刺激肌肉合成。當我哋運動嘅時候，我哋嘅肌肉會 break down， 同埋會有微微嘅撕裂叫 micro tear， 係需要透過蛋白質嚟修補同埋合成新嘅肌肉，令到肌肉變更大隻同埋更強壯啦。所以做運動，尤其係重訓啦嘅原理係製造一啲 micro tears 去破壞啲肌肉組織，然之後再利用蛋白質嚟修補，令到肌肉變得更大隻，而唔係單單靠訓練嚟變得大隻。咁當然啦，荷爾蒙都會決定肌肉嘅增長，所以你試做重訓唔會變成猴咁大隻，因為女士嘅荷爾蒙同男士唔同噶嘛。呢一點我喺做重訓迷思嘅影片有分享過啦。無論如何，如果你要增肌或者保持肌肉量，你身體嘅肌肉合成率要比你肌肉分解率更高，呢個就叫做 Net Positive Protein Balance。要點樣先達到呢個狀況呢？就係要食足夠蛋白質啦。呢個 Net Positive Protein Balance 嘅原理係適用於所有人，唔係淨係俾增肌嘅人。只係做重訓或者運動量高嘅人需要更多嘅蛋白質，因為佢哋嘅肌肉量多啲啊嘛。無論你想減重或者淨係我會提到嘅孕婦同埋老年人，都係一樣嘅原理，就係要食足夠嘅蛋白質嚟達到 Net Positive Protein Balance。第三個組別我哋要睇嘅就係孕婦同埋哺乳嘅媽媽，每公斤體重你需要 1.2 至 1.5 克嘅蛋白質。如果係60公斤嘅話，就係72到90克蛋白質啦。因為喺懷孕期間，孕婦需要更多嘅蛋白質嚟促進 BB 嘅發育、生長同埋製造好多新嘅細胞。好多媽媽咧就會覺得一個人食兩個人嘅嘢喎，所以要食得飽啲。但係如果媽媽本身食唔夠蛋白質，而又係以澱粉為主嘅話， BB 主要吸收淨係蛋白質啫嘛。你食得太多澱粉質都係冇用嘅，只係肥喺自己嗰度，而 BB 就會搶晒所有需要嘅蛋白質啦。
咁搞到媽媽更加唔夠蛋白質。大細個組別就係老年人，老年人嘅蛋白質需求以每公斤體重就係1至1.3嘅蛋白質，60公斤嘅話就係60到78克蛋白質啦。咩話？老年人都唔需要增肌，點解要食咁多蛋白質呢？你中唔中意都好啦，我哋嘅肌肉量每一年會不斷減少，30歲之後一年嘅肌肉量會減少0.2公斤。50歲之後，一年嘅肌肉量會減少0.4公斤。老年人面對最大嘅問題就係 sarcopenia 肌少症。肌少症就係隨着年齡肌肉量慢慢嘅退化同埋流失，影響埋骨骼，造成生活品質下降同埋失能。肌少症又係稱為老年失能嘅兇手，所以公公婆婆都要做重訓同埋喺飲食上增加蛋白質，嚟保持身體嘅肌肉量。簡單講，你需要做重訓同埋食足夠嘅蛋白質嚟俾你身體知道你仲係珍惜緊同埋需要嘅肌肉。如果你唔容許又食唔夠蛋白質嘅話，你嘅肌肉就會流失得咁快。唔係話食多啲蛋白質做多啲重訓就可以長生不老，但係至少可以減慢肌少症，嚟提升老年人嘅生活質素同埋獨立性。第5個組別我哋要睇嘅係運動量好低嘅人。咁你會問我，全部 category 都唔係，我又唔想減重，我又唔想增肌，我又唔係孕婦，我又唔係老年人，我成日淨係坐住又唔 active 同埋從來唔做運動嘅，咁係咪跟 RDA 建議嘅份量0.8克就夠呢？首先多謝你咁誠實。如果真係咁嘅話，咁第一件事我梗係建議你開始喐多啲啦。但係你每日嘅蛋白質量至少都要達到每公斤1克。如果你係60公斤嘅話，就至少要食到60克嘅蛋白質。原因係你點樣都要保持你而家擁有嘅肌肉，因為30歲以上嘅肌肉量都會慢慢流失。如果你每一餐都唔夠蛋白質嘅話，通常我哋會食多啲澱粉嚟填飽個肚。喺出邊食嘢好容易見到嘅，一大碟飯一大碗麵就係得嗰幾塊肉，變成咧會食更多嘅澱粉，令到血糖忽高忽低。就如我呢個 video 都有提到血糖過山車，長期如果冇控制好血糖，會造成更多嘅健康問題同埋慢性疾病。我頭先所講嘅全部都放咗喺一個 table 入邊，根據你嘅體重同埋你嘅需求，睇下你每日所需嘅蛋白質係要幾多 gram， 然後再分3餐，就知道你每一餐大約要達到幾多蛋白質啦。譬如我嘅體重係55公斤，咁我嘅 target 係要達到每公斤1.3至1.5克蛋白質。咁計到出嚟呢，我每日所需嘅蛋白質量就係70到80克左右啦。咁我分早午晚餐食，每一餐大約要達到20至30 gram 就夠噶啦。每日嘅蛋白質分量可能會偏多或者偏少，唔使計到好準嘅，大概就可以噶啦。呢度係一般食物蛋白質嘅含量，你可以喺食物標籤上或者 Google 下就揾到食物嘅蛋白質啦。我嘅建議呢，就係每一餐一定要優先食蛋白質，因為我見到好多人中意扒飯食唔夠蛋白質。如果你開始喺你飲食中添加更多嘅蛋白質嘅話，再加上適量嘅脂肪，你就會發現到其實你唔需要咁多碳水化合物，你食嘅每一餐會有更高嘅飽足感，即係冚飽啲啦，減少好多 tea time 同埋 snacking， 你成日嘅 energy level 都會穩定好多。長期食夠蛋白質嘅話，你可以減少肌肉流失 ，keep 住好嘅新陳代謝，樣都可以變到年輕啲，因為 keep 到啲肌肉啊嘛，同埋體重會更容易控制。呢個只係其中幾個食夠蛋白質嘅例子。多謝你睇呢個 video， 如果有幫到你嘅話，就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記得訂閱啊，因為我將來會分享更多關於蛋白質嘅 topic， 例如點樣知道呢個食物有幾多蛋白質，同埋一啲對蛋白質嘅誤解，例如食蛋白質會唔會肥啊，或者傷到腎等等啦。如果你想知道植物蛋白粉同埋乳清蛋白粉嘅分別，你可以睇下呢個 video， 入邊亦都有分享乜嘢係必需氨基酸，乜嘢係完全同埋不完全蛋白，希望一樣都可以幫到你。我哋喺下個 video 見啦，拜拜。